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最近全球金融市场因为韓國股市的劇烈波動，包括油價的大幅下跌，以及各種科技巨頭的新動向所引發的一系列的震盪和連鎖反應。沒錯，這些因素加在一起，確實讓整個市場的氣氛變得緊張起來。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好的，咱們先來說說全球市場的表現，特別是港股。最近港股市場的三大指數情況怎麼樣呢？就6月25號的表現來說的話，港股的三大指數是集體大跌，然後都創下了近期調整的新低。恆生科技指數更是大跌了 1.63%， 然後今年以來的跌幅已經超過了 20%。從2025年10月份的那個高點下來，已經回調了 35%。恆生指數是跌了 1.43%， 國企指數更是跌了 2.02%。那港股市場具體都有哪些板塊是領跌的？然後有沒有什麼板塊是逆勢上漲的？其實主要就是權重科技股集體下挫。你像阿里巴巴是跌了 4.4%， 百度也是跌了 3.45%。然後資源類的板塊因為美元的走強和加息預期的升溫，也是大幅殺跌。你像招金礦業、中國黃金國際、山東黃金都是跌超過了 8%。中國銀行更是因為逃避繳納稅款24億元被通報然後也是跌超 5%， 領跌銀行股。石油、海運、內房這些也是普遍都走低。這波調整真的是挺猛的。那有沒有什麼板塊是表現比較突出的？有的，就是芯片股在美光的帶動下是強勢反攻兆易創新是大漲超過 12%。航空股因為油價的回落和暑運的預期，也是連續2天反彈。東航是漲了 7.5%。然後中國建材是帶動整個建材水泥板塊是上漲，它是大漲了 14.5%。真的是幾家歡喜幾家愁啊。那美股這邊在6月25號當天，三大股指期貨和主要的科技板塊表現怎麼樣？當天美股的三大股指期貨是全線上漲。那納斯達克100指數期貨是漲了 2.19%， 標普500指數期貨是漲 0.77%， 道瓊斯指數期貨是漲 0.29%。然後主要是受到美光科技的這個財報超預期的影響整個美股的芯片和存儲板塊是集體飆升。美光科技本身是暴漲 18%， 閃迪是漲超過 14%， 西部數據是漲超過 12%， 希捷科技是漲 9%。 這麼說，芯片相關的其他領域是不是也跟着大漲？對呀，你像半導體設備和製造也是普遍大幅上揚。泛林集團是漲了 6.7%， 阿斯麥爾是漲了將近 5%，台積電是漲了 2% 以上，然後光通信板塊也是普漲，康寧是漲了將近 9%， 邁維爾科技是漲了將近 5%， Coherent 是漲了 4% 以上， Lumentum 是漲了將近 3%。 這波科技股的表現真的是搶眼。那有沒有什麼比較重要的公司有一些突破性的技術，或者說比較大的收購動作？有啊， IBM 是漲了 4% 以上，因為他們剛剛推出了全球首款亞1納米的芯片技術。然後這個新的芯片據說是性能最高可以提升 50%， 然後高通是大漲超過 11%， 因為他們宣布要以將近4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 Modular， 來加速他們在 AI 軟件和數據中心方向的轉型。說完了美股，咱們再來看一下港股的成交額前20這個南向資金6月25號這一天的流向是怎麼樣的？這個嘛，6月25號南向資金是淨賣出港股 88.74 億港元，然後當天的成交額是 1418.31 億港元，那港股的大市的成交是 3257.851 億港元。在這種市場波動比較大的情況下，哪些個股是南向資金買賣的重點？買入方面的話，就是建滔集團、中芯國際和建滔積層板是位居前3，分別獲得了淨買入 28.31 億港元、26.37 億港元和 15.07 億港元。那賣出的話，就是盈富基金、阿里巴巴 W 和騰訊控股分別被淨賣出 43.79 億港元、22.52 億港元和 4.77 億港元。看來南向資金的流向還是很有看頭的。那我們接下來就聚焦到幾個熱點要聞上面第一個就是韓國的這個股市最近波動特別大，那韓國的監管機構都出台了哪些應對措施？最近韓國的這個市場不是巨震嗎？那韓國的監管機構就決定推遲上線包括 SK 海力士、三星電子等個股的周度期權。那其實他們在6月29號是本來要推出的，但是就是因為最近市場波動加劇，所以他們就決定推遲這個新產品的上線，來維護市場的穩定。他們這個推遲其實也能理解。那他們這個期權本來是計劃覆蓋哪些股票的？最初韓國交易所是說他們這個周度期權是會以 SK 海力士、三星電子、
現代汽車和 LG 新能源這4只股票为標的。那現在就是說具體什麼時候上線要看市場情況和他們的準備工作。這也算是給市場吃了一顆定心丸。那最近這個油價的暴跌是怎麼影響美債的收益率和市場對於美聯儲加息的預期的？是這樣的，因為這一波油價的大跌啊，美債的收益率也是全線下行，然後那個10年期美債收益率還出現了2位數的單日基點跌幅，這個也是被稱為全球資產定價之錨嘛，所以它的波動是非常受關注的。所以說油價和這個債券市場的聯動還是非常強的。是的，就是因為布倫特原油和美國 WTI 原油都跌到了伊朗戰爭爆發以前的最低水平，然後這個油輪也開始重新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那市場對於能源供應緊張的這個擔憂也是明顯的緩解了。那這個通脹的預期也是跟着降溫。那現在利率期貨市场顯示，交易員們對於美聯儲今年再加息的幅度的定價已經降到了34個基點。那也就是說，大家現在更傾向於認為只會再加息1次。說到這個金融市場啊，就有一個傳奇的對沖基金經理，他曾經在08年的時候通過做空美國的次貸市場大賺了一筆。那最近他又有什麼新的大動作？這個基金經理就是 Lee Robinson，那他現在就是盯上了這個1.8萬億美元的私募信貸市場。那他就是覺得這裡面的風險越來越大，所以他就選擇了做空這個市場裡面一些最大的保險公司啊，比如說像林肯國民公司、大都會人壽保險，甚至還有伯克希爾哈撒韋。他这個做空的工具和他這個操作手法有什麼特別的嗎？他主要就是用這個信用違約互換，加大他的這個看跌的押注。然後他的這個公司 Altana 還專門為了這個開了一支新的基金，而且他自己也投錢進去，就是他非常堅信私募信貸市場會迎來一個下行。同時他也認為這個 AI 熱潮也會退去，然後企業的流動性會變差。他覺得現在的市場環境和08年雷曼兄弟倒閉之前很像。聽起來他對市場的判斷很有前瞻性啊。那美國總統特朗普最近在住房法案和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上面有什麼引人注目的表態？他就是突然之間決定不簽署那個旨在降低住房成本和增加房屋供應的法案。那這個就一下子讓他和參議院的共和黨人產生了非常公開的一個分歧。那他後來也是解釋說，他認為應該要讓利率降下來，而且他還是一再強調低利率能解決一切問題。所以他還是在堅持他一貫的這種支持降息的立場。沒錯，他一直都是覺得更低的利率可以減輕美國政府的借貸負擔，然後也可以讓老百姓更容易去貸款買房啊什麼的。但是其實很多經濟學家都是警告的，就是降息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後果，比如說通貨膨脹會變得更嚴重，美元會貶值，然後甚至可能會吹大資產泡沫。說完了特朗普的表態，我們再來說說公司新聞。美光科技剛剛發布了最新的財報，那華爾街的投行是怎麼去反應的？美光科技公布了一個非常亮眼的財報之後啊，摩根大通、高盛、美銀等等這些主流投行啊，都紛紛上調了美光的目標價。然後其中有好幾家機構都看到了2000美元，那這個是比它最新的收盤價要高出差不多1倍，就是非常非常看好。哇，那這個目標價真的是非常激進啊！最近智譜發布了這個 JLM 5.2 模型，那這個模型在硅谷引發了什麼樣的反響？智譜就是把這個 JLM 5.2 開源了，然後它的價格只有 GPT 5.5 的1/6，但是它的編碼能力已經直逼 GPT 5.5 了。那這個消息一出來，整個硅谷都震動了。這個價格確實太有殺傷力了。那對美國本土的這些 AI 公司有什麼直接的影響嗎？影響還是挺大的。就是美國政府在同一周就突然之間封殺了飛博5，然後就是有很多企業，他們為了規避風險，就開始轉投開源的方案。所以有分析就說，可能在半年之內，中美之間的這個 AI 技術差距就會基本消失。對，那這個 AI 領域的競爭就一下子進入到了一個白熱化的階段。哎，那你說高通最近在 AI 和數據中心領域有什麼新的動作？高通就是在他們的這個投資者日，他們就發布了全新的數據中心 CPU。然後他們也宣布了要收購一家 AI 軟件企業，同時他們還把他們的這個2029年的非手機業務的營收指引從220億美元直接調到了400億美元，那增幅是將近91%。所以就是這一系列的舉措就直接刺激他們的股價，在盤後是一度大漲了13%。看來高通真的是下了很大的決心要轉型啊。那他們在具體的業務布局上面有什麼新的變化嗎？他們就是不再把自己的重心只放在智能手機的芯片上面，他們現在是要圍繞着這個 Dragonfly 服務器 CPU、全系列的 AI 加速器，還有高速互聯芯片，
再加上他們收購的這個 Modular 的軟件生態，來打造一整套的面向 AI 數據中心的基礎設施的解決方案。然後他們也有像 Meta 這樣的大公司給他們下訂單，所以他們就是正式的要向英偉達、AMD、英特爾他們这些傳統的巨頭去發起挑戰。這個轉型聽起來很有野心啊。那鎧俠和三星電子最近在上市和資本運作上面有什麼新的動向？先說鎧俠吧，就是他們的高管已經正式的宣布了，他們會在2027年的第2季度，也就是春季的時候，在美國進行上市，就是發行美國存託股份。然後他們也在考慮是不是要在日本的股市进行一个股票的拆分。那他们这个选择在美國上市，是不是也跟現在這個 AI 芯片市場這麼火爆有關？是有關係的，就是因為現在 AI 帶動了整個存儲器的需求暴漲，那鎧俠現在已經成為了日本市值最高的公司，然後他們也想要去借助這個 AI 熱潮，再加上像 SK 海力士已經搶先一步在美國上市了，那他們也想要去抓住這個全球估值重構的機會，所以他們就選擇去登陸美國這個全球最深的資本市場。所以說三星電子是不是也有可能會效仿 SK 海力士和鎧俠去美國上市呢？有不少機構是這麼認為的，就是 Jefferies 的研究主管 Jeff Kim 他就覺得三星電子很有可能會跟着 SK 海力士的腳步去發行美國存託憑證，也就是 ADR 來在美國上市。那這樣的話他覺得會推動三星的估值進一步的提升。如果三星真的這麼做的話，對他們的股價會有什麼影響？韓國的 KB 證券他們是指出，就是 SK 海力士在宣布了要上市美國存託憑證之後，它的股價是出現了大幅的上漲，所以他們就覺得如果三星電子也這麼做的話，應該也會對三星的估值有一個類似的提振的作用。說到這個科技巨頭啊，最近馬斯克的這個財富和 SpaceX 的這個做空情況有沒有什麼大的變化？因為最近特斯拉和 SpaceX 的股價雙雙下跌，所以馬斯克的個人財富已經降到了9702億美元，已經跌破了10000億美元這個關口。那 SpaceX 的這個做空的情況呢，最近是不是也有新的變化？是的， SpaceX 的這個空頭頭寸的比例在很短的時間內從 8% 漲到了 13%。對，所以就是有越來越多的這個交易員加入了做空的行列。但是因為 SpaceX 的這個流通股是特別少的，所以如果一旦它的股價出現大幅的上漲的話，這些做空的人是隨時有可能會面臨非常嚴重的逼空風險的。所以說投資還是要謹慎啊。那我們今天跟大家聊了全球市場的大幅波動，也聊了這個 AI 和半導體行業的一些新的趨勢，然後也聊了一些這個比較另類的投資機會和風險。沒錯，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啊，感謝大家的收聽，咱們下期再見，拜拜，拜拜。